公爵阁下，有一件事情呢，想向你请教一下。殿下，尽管说。你们对那些金融诈骗、投机商人是如何处理的？殿下，是否有关于贵国上海近期发生的股灾？正是。类似的股灾，日本也曾有过，只是灾难的程度稍微好些。是吗？那你们是如何处理的呢？尽量避免吧，预防胜于啊。一旦发生，恐怕各国都没有更好办法。也是啊。但问题是，那些受损的投机商人赚钱的时候从不找你，这一下赔钱了，赔得倾家荡产了，却来找你了，要求朝廷为他们承担倒账。比如我们在四川推行铁路国有，四川的铁路局存在上海钱庄的几百万两银子，因为此次股票风潮弄得血本无归。他们本想生息图利，结果却吃人骗了。这部分钱，朝廷当然不予认账。我能理解贵国目前的财政困难，里面的政府每年估计倍收入不过1个亿。这一项股灾，仅上海、伦敦两地股市，好像就损失了4500万元。如此巨款外流，着实是件大事。あなた方の殺生を今夜は一度も笑っていらっしゃらないわ。お気づきになって。よしこ。这盘子里呢，是正宗的北京烤鸭，芳子小姐可以多尝尝。谢殿下，我和丈夫都觉得北京烤鸭是全世界最美味的食品。杜芳，公爵阁下是你在日期间的监护人，多陪他在京城好好走走看看。土方明白。お父様、こたびの経済災害で真の経済崩壊は加速し、世をますます混乱させ、新国政府の信頼は完全に失っております。私の知る限りでは、中国の革命者は軍部の上層部まで進呈しているようで、このままでは。それだけではない。我々の内閣大臣方は事態を大層憂慮されておられる。今や欧州列強が中国の大変動につけ込まんとして大変危険な状況にある。ましてや我々は日露戦争で満州に20億もの戦費をつぎ込み、さらに17億元の投資までしている。何よりも身を投げ打ってくれた20万人の兵士たちがいる。故に我々は是が非でも満州における日本の権益を死守せねばならん。わかるか？
はい。旦那様、両京将軍のお車が到着いたしました。うん、分かった。到底是延续了5000年，不曾冲撞的中华文明。建造地势的风水气象，我看无论发生什么，中国还将是中国。大人所说的“无论发生什么”，是指革命吗？不仅仅是革命，包括一切人类活动。老师的话里，似乎也包含了革命。它会发生吗？中国会发生革命吗？宋会长，什么事？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先前的账户突然多了7万巨款，我查了一下，似乎是从南洋汇来，款项名称为中国教育会捐款。哦，忘了跟你打招呼了。有人要借用一下你的账户，把这笔钱转往广州。转往广州？我宋宝全经营的是合法银行。合法银行呢，通常会有些不合法的资金来往。为了隐蔽这些资金的来路与去向，当然要做一些技术处理，使这些来路不明的资金变得干净。洗钱？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广州那边急需这笔钱，海外的朋友找到了我，我得找个可靠的人完成此事。这个人就是你。我？你找人把这笔钱取出来，兑换成小额票据，派专人急送广州。广州那边的收款人是谁？黄兴、黄可强。这个人你不陌生吧？明白了。你屠方今儿有闲了？可不，刚刚送走的临沧公爵。哎呀，他可是个有野心的人呐。两江任上，我2次在上海和他见面，都感触颇深。哎呀，有些事情还就是奇怪。眼下一些事情，我们自己都还没能看得清楚。武桥觉着，哪些事情我们还能看得更清楚？目前的情势令人揪心呐。屠方啊，我们10年以来推行的渐进式的改良方针，可能恰恰就导致了革命。不会吧？怎么不会呀？有时候我们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新政的宽松，使得城市聚集了从4面8方涌入的学生、士人、乡绅、商人以及新军的下层官员。
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有条件采取集体行动来对抗你。一颗小小的火星就能燃起漫天大火呀！我已经说不上话了，你屠方还能说上话。我们再也不能在柴火堆上睡大觉了。哎，你就这么跟载沣说，就说是我端方说的。父王，逃北惹让地来的，似乎是民政部的密折呀。近期广州形势异常，广州的新军巡防营及警察中均混有革命党人。有消息说，他们可能近期发难于广州城内，总督衙门、水师衙门、督练公署，还有广州所有的警署，都是他们计划夺取的目标。是吗？形势这么严峻？没错，摄政王府都已经装了电报机，王爷要我今晚过去调试一下。大牛，大牛，天上有大牛，我要看，我要看。这个就是飞机啊！听说好像是从什么德国来的，是管真大呀！这就是飞机！回避！后退了啊！后退！回避！好像是听到了。杨大人，禀报摄政王，两广总督张明奇发来今日广州城事变情况。继前期广州将军福奇街头遇刺，广州乱党首领黄兴等人选择了今天作为他们的革命日。叛乱从今天下午5时4分，首先由广州小东门进攻两广总督署开始。其乱党分子以白布缠臂，以裸脚为号，穿黑色束胶鞋，手执枪械炸药，轰击警卫总督署的警队。双方枪战后，叛党一度占领了署内。张总督紧急之下，从后园翻墙转移至广州水师邢台。水师提督李准立刻组织了有效的反击，双方在城内数个地点激战。快点！
截止发报止，诸个地点的枪战都已经结束。我广州驻军正在全城搜捕乱党首要，街面上已有乱党尸具，计有100余具。张总督呈报摄政王，广州叛乱已基本平息。太可怕了，真正如野火一般。今儿就先到这儿吧，各位可以先回来。那臣等告退。臣等告退。臣等告退。土方，你留一下。来点儿。哦，谢王爷。这是七叶从法国捎回来的镇静药。有用吗？管点药。这广州的乱局算是消停下来了。我刚刚看了张明奇发回来的审讯记录，怎么全都是一些留洋的青年，20岁多一点儿，个个年轻。我很震惊。你屠方应该比我更熟悉这些人。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么一批人？年轻，受过教育，著书立说，一个个才华过人，却又以如此决绝的态度，不惜流血暴力，前者负而后者继。要推翻你，搞垮你。你屠方了解他们，你给我说说这是为什么？其实只是接触过他们，不算了解。怎么能不了解呢？东京，你们一块儿谈过革命。所谓革命精神，它是由青春精神发展而来的吧？年轻，有梦想，坚定地认为自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坚不可分。他们都立志于挽救国家和民族于水火。他们无惧死亡，认为如果没有了死亡，人生将是漫长麻木的忍受。死亡，恰恰是死亡，
给他们的人生注入了激情理想。你得给我说具体一点啊，比如说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从哪儿来，家庭出身、个人履历。王爷，屠方说的是他们的集体品格。不，你心中一定有具体对象，不妨说出一二。具体的就不说了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朝廷正在酝酿的内阁人选，单就品格而言，恐怕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们的对手。那些个人，那些个权谋老手，贪婪新贵，谁有虔诚的理想？谁有崇高的精神？都没有。他们有的，仅仅是不愿意割舍的权力和利益罢了。想让你说说情况，你反倒给我上课。都说要早行宪章，可不就得先设内阁？要成立内阁，就牵涉人事安排。朝廷的事儿，凡牵涉到人事安排，那有多难啊？这是股老汤啊，醇厚100年的老汤，多少种气血脉，多少头料配方，积淀100年，哪个不是祖宗传言？少了哪一味，这汤便不是那汤，水也不是那水，味儿也不是那味儿了。哪个帮派码头啊，你不得照顾到呀？屠方理解王爷的难处。杜支部今天跟我说，他们那儿拿不出钱来了，明日就要向英美德法4国银行商讨借款。洋人的钱是好借的吗？要借钱，朝廷就得收权，铁路要收归国有。铁路一旦国有，地方就不干了。保路的奏折雪片一样飞来，你怎么弄？我已经决定了，铁路的难题交给段老四去办。他段方是个能人，就这么闲在京城里啊，可惜了了。这几天呢，你带我先去看看他，先放放口风，让他做好出山的准备。屠方明白。还有，广州的乱局可能会引发各地效仿。为了震慑各地乱党，北洋主力陆军应该拟出计划，近期在永平会草。
此事要大张旗鼓，做漂亮了，展示朝廷的实力和决心。你土方即可替我张罗此事，列出预案，报军机批准。土方明白。哟，巡逻呢？嫂子好，嫂子好。哎，慢点啊！嫂子好，嫂子好。挺精神啊。嫂子好。哎，是这个名字吗？像是。哎，嫂子好。哎，嫂子，上学这个人谁啊？新任礼协统的娘子，真的？咋这么亲和？烟花柳巷出身，能不亲和吗？我说呢。哎，小兄弟，一会儿把鱼弄好啊！来，芬兰妹妹，你就别忙活了，我们坐坐就走。哎呦，那哪成啊？这凯之大人身边又无家眷的，军中伙食能吃得可口吗？其实啊，我已寄信去上海，叫他来英探亲。他谁啊？来了你们就知道了。不，凯之兄弟，你有女儿了呀？啥时候考上的呀？你肯定知道，跟老子说一说。这长官的隐私，做下属的哪敢乱猜呀？这么说，我可是听出来了，该不会是……你别抄我借呀！我凯之兄弟的品味，那可不是一般级别的。哎，凯之，不会是良乡给你介绍的京城哪位格格吧？什么格格？就是舒红。舒红？你看看，还真被我猜着了。你跟舒红好上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吗？我堂哥娶了他姐，我们两个建立感情，正正当当，切切实实。对，正正当当，切切实实，水到渠成。媳妇儿，赶紧搞2个好菜，今儿全当给凯之兄弟道喜了。得嘞，等着我啊！来喝，晚餐多吃点啊。千里兄，你来第12协多长时间了？3个月了吧？我对你这工作是既满意又不满意。凯之兄，咱哪儿做的对，哪儿做的错，你直说呀！咱俩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呀？吴协统咱就不说了，他跟咱俩不一样。咱俩可是东京操场上一块滚过来的。你第12协，不能跟第11协一样吧？也给我这一阵统治做假账。我知道了，凯之，你是对上个月的装备财务检验结果不满意？不是不满意，是很不满意。镇衙门下派专员去第12协点验，可你们给我报上来的单子，没有一项是真的，全是假的。你们第12协到底想干嘛？镇衙门的指挥权威不顾，你们第12协可以置之不理，另搞一套。兄弟，不是我另搞一套，是北洋陆军所有部队都这么干，谁不了本账呀？别的镇我管不了，在我第6镇，只能一本账。兄弟，我实话跟你说，这能行得通吗？这行不通，哪个写的账不是陈年旧账，满身窟窿眼儿？你要照直往上报，得牵累多少官员？你如果把天捅破了，追究下来，从上到下，得捋掉多少人？
洪洞县里没好人，都捋掉了，北洋陆军就完喽。就我这个位置，但凡聪明一点的人，谁敢这么干？满生，我能这么干吗？开师，你我都是初来乍到，头等的事情是聚人气，旧账就千万不要算了，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弄得跟良乡似的，一身贵族气。你说他有几个真朋友？除了那几个杯子杯乐，谁还把他当真？千里兄，换了别人说这话，我还真接受不了。对了，都是一些小鱼小虾的，军中混着，吃点空饷，倒卖点装备器材的，雁过拔毛扣点摊点的，你咋查？人人都这么干，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儿。他妈的，这要都撤了关了，谁替你带兵？得，俏不说你李仁俊是武威右军的老人呢，难怪把你提溜起来，安我这儿了。幸好是我。你说你杨凯之再厉害，能比得过曾文正、曾国藩吗？这种事曾文正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老人家说了，但凡带兵打仗之人，不免烧肥思囊。我不禁止他人沟渠，但我保证自身绝不沟渠。曾先生都弄出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哎，喝酒。也是，国家都已经弄成这副样子了，军队要是再散了，谁来收拾这局面呢？对喽，局气得大，一阵统治得有包容心。凯之，刚才任俊怎么那么副口气跟你说话呀？他从来都是这样。打从我第一次见面，他就是这副军痞习气。那可不成啊！如果中央革命需要咱立刻拉走第6镇，他能跟咱走吗？这正是我最担心的。行了，喝也喝了，吵也吵了，怎么还一副不痛快的模样啊？我能痛快吗？我担心啊，我担心总有一天跟他走不下去。不能吧？你俩什么关系？就因为太亲近，我心如刀绞啊。这话怎么说呀？你以为我愿意来此地升官吗？可是你还是来了呀。袁大人发话，我能不来吗？袁大人，哎，不是英昌派你来的吗？你夫人家懂什么呀？英昌听谁的？还不是听袁大人的。哦，是这样啊。袁大人担心第6镇会完全落入革命党的掌控之中，所以特地点名让我来制衡凯之。凯之？凯之是革命党？你才知道？哎呦，这，哎呦，你发什么抖呀？你以为革命党都青面獠牙？不是，你差点没让我闭过气去。打从东京起，我就知道他身份。你可别往外捅啊，谁都不能说，知道吗？我不说，我不说。就凭今儿他在饭桌上那口气，我算是听明白了。这王八蛋是铁了心的在谋划自个儿的事儿，还是太深了点儿，
年纪轻轻就做了一镇同志，在延吉随便弄就混了一个双龙堡新巡长，不得了啊！上任第1个月就踢走了周协同，我李仁俊就更不在他眼里了。他自我感觉太良好，什么显示他杨凯是不感冒的？所以啊，我担心往下我跟他走不出多远。且把我的梦葬在黎明，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千年的迷雾深锁成路，生死前途慷慨奔赴，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